每100万个里面有1个人会中 cancer， 而阿斯兰是0.064，就是每100个人里面会有6个人，他的kampung应该就差不多这样100-200个人，会有6个人会高风险，会身体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我第一次在我人生10年的那一个做讲师也好啊的那一个经验，我不敢正视人的眼睛，那是第一次，我不敢正视原住民眼睛，因为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为什么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其实还有很多工厂都是这样，只是有没有在被揭发，而这一个应该要被揭发，应该要让村民知道，因为我觉得真的，所以我 send 出去了过后，我按了那个 send 了过后，然后我大概把我的手机放离开我能够手拿到的那个范围，大概3到4个小时，然后我放静音。你很怕收到比诺的电话？我怕收到他打电话给我，然后让我解释，我怕。在吉兰丹通往金马伦的高速公路旁，一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居住着特米亚族原住民。按照他们的传统，每当新生儿降临，族人便会为他种下一棵树，每一棵树都有它的主人。村民不仅可以准确地指出每棵树属于谁，还能从那些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树中读出部落的历史。但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随着种植园扩张、矿产开发的推进，原住民的家园被撕裂得满目疮痍。早在2012年，当今大马就揭露，铁矿开采让原住民赖以为生的卡莱伊河变成了血红色的毒河。12年过去了，我们再次踏足这片土地，眼前的景象却更令人痛心。19岁的原住民青年阿兹兰，他的血液检测显示体内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罹患癌症的风险竟然是普通人的64000倍。面对这样的危机，原住民发展局 JAKUA 却宣称从来没有接到任何投诉。更离谱的是，卫生部还声称他们的河水检测并没有发现任何重金属污染。一场危机在静默中蔓延，而这一片土地正在无声的哀嚎。Hello， 大家好，各位在线上收听或者正在收看记者茶水间的朋友，我是思雨。当今大马在早前呢就刊出了2篇聚焦在吉兰丹化旺生的原住民特米亚人他们重金属中毒的一份调查报道。他们世代使用的河流因为铁矿开采而开始变成红色的，它也逐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还有健康。那这起事件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和化学健康风险评估师侯威文 Vivian 以及 Kini TV 的记者邱世元，我们来谈谈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欢迎2位。大家好。大家好。在开始前，其实我蛮想问世元的，因为我们私下有聊过，他在进山拍摄还有取样的时候，其实过程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的摄影大哥阿斯纽，他还说这是他从业那么多年以来最艰辛、最难的一份任务。你可以具体跟我们说说，你们是怎么样去到这一个原住民的村庄，然后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OK， 好，其实在我进这个原住民村之前，我们的主要负责这个报道的记者 Vino 他已经进了2次，然后所以他就在我进之前就大概跟我讲了一下这个村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对这个村有大概一点的印象，然后也有看过之前我们大概在12年前刊登的一个报道，也是关于这个村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水源污染的一个问题。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知道了，然后我就心里想了一下，大概自己要拍什么，比如一些河流画面是一定要的，然后森林画面，还有他们日常生活画面，还有那些水源污染到怎样的画面，我就在心里想了一下，然后
然后就准备器材可能要有夜间拍摄，或者是要带很多 power bank。对，要带很多 power bank， 所以我就带一个可以 kick start 那个车的那个大力的那个 power bank 去。因为那边也没有什么电源，那边是在 NGO 的帮助下，他们有一个 solar panel， 但是那个也只可以插 USB， 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有那个最大个的 power bank， 我应该可以撑过这3天的拍摄，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们是从沙尔兰出发，然后大概是4个小时半这样子，我们就到 Cameron 跟克兰丹的一个边界这样。然后它其实就是在一个高速公路的路边，你不会想到，其实原来里面就是会有一个村，一个原住民村这样子。它就是我们平时走山路，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小路转进去就是啊。然后我们就从那边转，然后就是泥路，从那边开始就是泥路，然后就是大概将近半小时到45分钟这样子的车程，就是这样子晃来晃去，你要这样子转来转去，很颠簸，对，颠簸的那一种。还要爬山？不需要爬山，所以我们就这样子驾车进去了那个原住民村里面。对，然后一到原住民村，我就看到他们在建房子，他们在建一个新的房子，所以我就觉得哇，他们就在一个，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养家禽，就是有鸡啊、狗啊，然后他们有自己一片小农地这样子，然后就看他们就在那个农地的旁边再建着一个新房子，所以我就哇赶快很兴奋，就马上开我的相机准备要拍咯，所以我就拍他们这样去建房，然后他们就给我感觉就是他们是很会物尽其用的一个种族，就是原住民，他们就是看身边有什么，他们就取材，然后就地取材，对，就地取材就可以做到这个，就可以建房出来了。所以我们可能建一个房子，我们可能需要那个锯子啊，一大堆的可是他们只需要拿一个巴郎刀罢了。对，他们只用一个巴郎刀，然后他们可能就做一些小小的巧思，就是可能一个竹筒那么比较厚嘛，很宽，那他们要把它砍成比较薄片这样子，削薄它，那他们就会用竹片弄成一个十字形，然后就卡在那个竹筒的头部，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打，就这样子，整个竹就会分成4瓣了。当场我就觉得哇，原来被 impressed 到了，对，我就被 impressed 到了，我就觉得哇，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很厉害，用这些大自然算是他们怎样跟大自然一起共存，给我这样子的感觉啦，然后对我这样子进去啊，然后就可是水源呢？水源的话，就是他们那边是没有自来水的嘛。所以他们都是要用山里面的山水，可是因为他们算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靠近的河已经被污染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需要从更上游还没有被污染的地方拿水，所以这个卫生部就有帮他们建了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一个水的系统。他们就是用地心引力，然后就是用那个水坝这样子就是这样接一个大水管这样下来，接一个大水管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我所住的地方，他们就有2个水坝。第一个水坝就是在厕所里面的，第二个就是在他们的家外面给他们洗碗用的。就只有2个水坝。所以然后我住的那个区大概是有。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有3到4个家庭，他们就只用这2个水管，然后那个水管就是一直都会有水流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雨季嘛，所以只要一有下雨，上面有水就会有水流下来，一直会有水流下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们第2天，我们第1天进到是下午啊，然后第2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去一个蓄水池那边去采集水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蓄水池也是其中一个他们的水源，然后我们就要爬山上去到那个蓄水池那边，对，所以我们大概爬了1个小时，
然后一路上就是真的是荒山，就是不像我们平时我们想要去登山那种有一个路已经开发好给你，不是，就有2个原住民他需要在我们前面帮我们开路，砍那些树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让我们这样子走过去。然后我们就一路这样子爬上去那个蓄水池，一路上都有那个水管在那边，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原住民，这样这个水管你们平时要有人帮你们维持吗？他是讲没有，他们需要自己去维持，因为经常会发现到那个水是下不来的，从蓄水池里面的水下不来，那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水压的问题啊，还是树枝啊，还是有中间有一些阻塞的情况，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他们每一次阻塞，他们又要花上1天的时间，一个地方去检查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在路上，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水管中间，他们是有插一些树枝在中间，让它那个水压可以让那个水流过去。对，然后我们爬1个小时，大概我们就去到那个蓄水池。然后那个蓄水池也是，哇，我无法想象他们是从那边喝水的，拿水来喝，然后拿水来煮，因为那整个蓄水池是里面都是泥大碗，然后水不多，然后就是完全是阻塞的情况，然后里面全部就是泥泞，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要从这边拿水来喝，可是其实他们原本是可以直接在他们的kampong后面的河流直接拿水喝，可是因为现在他们河流因为一些砍伐啊、一些铁矿活动啊，所以被污染了，所以他们需要从这个蓄水池拿水。可是这个蓄水池我看到我就是觉得，就是它是完全开的，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遮挡，水都可以进去，就是什么动物都可以进去，然后有什么树枝啊什么都会跌在里面掉下去，然后阻塞，所以里面全部都是泥大碗。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傻眼了，我跟 Vino 都是第一次去到那个蓄水池，然后我们2个人都很傻眼，然后我们就再一次的问这个蓄水池要怎样拿水，我们就问那里带我们去那里的原住民，说那个原住民就show给我们看，他们在那边是有备好那个铁铲，所以每一次阻塞的时候，他们又要这样子爬到那个山那边，又再去铲干净那个蓄水池，只要自己去那边铲，然后铲干净。然后他跟我们讲的是，如果阻塞了的话，就是他们会可能1-2天都没有水用，1到2天他们都没有水喝。他们多频密要上去山去清理那个水池，有告诉你如果不是雨季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蛮常上去，可能1个礼拜1次这样子。他们就跟我讲，他们也是很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直接从森林资源那边直接自给自足，所以他们现在也是要工作，所以他们可能工作回来又要爬上去清这个蓄水池。蓄水池多久了？那个蓄水池，看起来是蛮久了啦，看起来蛮久了。他们好像我感觉应该有5年了吧，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就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们只是比较喜欢在森林里面生活。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会玩手机，他们也会一起唱歌，他们就在那边造访的时候一边唱歌一边造访，他们也是很开心。可是为什么就是这样普通？我们随便在家开一个水就会有水来，然后偶尔IndaWater还是 IS 能够治水，我们就会在那边怨天载道。可是他们这个是他们的日常，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应该。那 Vivian， 你本身在接到我们的记者发给你的这一些血液样本啊，包括我们的验血报告等等的时候，你是观察到了什么样的异常现象？因为我们在报道当中一开篇就看到一个重点的项目是在分析其中一位原住民他的血液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稍微的跟我们概括的解释一下他面临的情况有多严重吗？Vino 一开始联系我的时候，就先给我看阿兹兰的那一个血液的报告，然后其实那个血液报告里面有几个重金属的那个指数，包括了 chromium、iron、arsenic，
我忘记了其他，大概这3个是重点。然后那个时候 Vino 我们是通过 WhatsApp 来联系的，然后他就是只是很简单这样问我说，我应该怎样去 interpret， 怎样去诠释这一个 result。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讲说，在健康风险评估这一块里面，如果我们单单只是看我们血液里面的重金属含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一个 conclusion。可是我有跟他讲说，我需要知道那一个环境是怎样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开始讲说，这一个是来自格兰丹啊，一个怎样的区域啊，然后有一个铁矿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个 dot， 因为人体会有这样高的那一种 heavy metal 可以是很多原因，可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一定是我们因为chromium， 尤其是 chromium 啊 arsenic 这一种，它没有办法从大自然或者是从我们的食物里面得到这么大量的东西。就算你是食物中毒也好，你也不可能拿到这么大量这么高。阿兹兰的那个血液里面正常的那一个chromium 的那个值是 0.1 到 1.2， 可是阿兹兰是 5.3，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次的方式达到这样高的那个指数。而且我们的身体是会有次有排的一个机体来的，所以它是不可能累积到这么多，所以我才开始问 Vino 说其实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弄到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 Vino 才开始解释刚才思源讲的那一个整个环境，然后才开始看得到，然后我就问 Vino 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数据，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先给我那个 blood 的 result， 但他就问我怎么读。在我们做健康风险评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块我们叫做 biological monitoring， 所谓的 biological monitoring 叫做生物检测差不多这样子，就是我们会看我们的人体里面有多少的 heavy metal 或者是重金属的残留，然后我们会 connect 有哪一些身体的器官因为这一些重金属而造成伤害，然后再 relate to 这个环境里面，比如说空气的粉尘啊，或者是水质啊，或者是土壤有没有这样子的 heavy metal， 然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完整的 conclusion。 然后那个时候 Vino 就跟我讲说水的那一个 result 没有这样快要出来，就可能大概1个星期过后，类似这样子，1个星期过后然后才可以拿到那个水的 report。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 Vino 讲，好，那我先收着这个血液的报告，然后我等你的水的 result 出来，我再跟你做一个完整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也就是Malaysia 给你就是publish 出来的那一篇。所以当我做那个出来的时候，就很明显，其实水质的那个水质里面的那个 heavy metal 的那个量，再加上阿兹兰身体里面的那个 chromium， 其实很明显的表示说阿兹兰其实已经经历了短期还有长期的一个暴露。所谓的短期暴露呢，就是这些 chemical 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机制能够帮它排出来。简单一点来讲，有肾啊有肝啊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排毒，然后排出来了过后呢，它就会没有掉。然后呢，我们有叫做 biological half-life， 叫做生物半衰期。所有的 heavy metal 它进了我们的身体过后，身体都会拿一定的时间来帮它减半了过后排出来。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在尿液或者是血液里面拿到这一些残留的 heavy metal， 所以它会减半。可是阿兹兰里面的 5.3 表示说，它不只是经历这短期的暴露，还有 acute exposure， 还有 chronic exposure 的那个危险，所以它的身体是一直好像一个 sponge 这样子，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当然你那个 sponge 你第一次用的时候你一直收，然后你挤一挤那个水会出来，可是你一直用同一个 sponge 来洗东西的话，那久了过后那个 sponge 你怎样扭它还是肮脏的。这个就是阿森现在这样子状况。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扭的时候可以扭干，可是你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的话，你没有换新的，然后它就会越来越重肮脏，然后你怎样洗的话它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阿森现在身体在承受的那一个负担，我们叫做 body burden。 所以他身体里面的这个毒素或者是这些 heavy metal 的那个负担一直都在他身体上面。所以如果你看的话，可能再长一点时间，刚才是有讲说这一个铁矿已经不是近期才有的，已经10年了。所以10年前他可能他的身体一直都在帮他做的这种吸收吸排toxicokinetic 的作用，就是有吸有排有吸有排这样子。可是就好像我们的车这样子，我们每一个车的 spare part 它会有一定的时期的嘛，好像不管你加 Proton 也好 Perodua 也好，什么车都好，那个 spare part 用久了它一定会累。就好像今天我给一个例子，好像如果我的 spare part 是 Proton right， so我今天如果吸了一个 chemical， 一个好像 chromium， 然后是100 ppm let's say， 然后100个分子，可是我的那一个 kidney 它每一天可以消化的是50，
所以他就会做50的东西，剩下的50他明天才做，所以我的身体不会有任何的状况。所以10年前这个水质可能已经污染了，可是阿兹兰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这个身体一直都在做这项东西。可是我昨天的50，我今天就加了100，再加昨天的50 150，我的肝子我的那个肾脏每一天只能50，所以它就会一直累积，这种 low dose 的 cumulative 的 exposure 一直累积了过后，到10年过后的今天，阿森的身体开始皮肤有问题，阿森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阿森的身体开始有一些的 body burden 在表现出来，那个身体跟你讲说有一点累了，就可不可以休息一下，让我能够好好的消耗到这是一直累积进来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 body burden。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只要你走去外面，空气的粉尘，尤其是该进来马来西亚给你，我们周围4周都是给工厂包围，我们很多4周都是给工厂包围着。你只要稍微的就深个呼吸，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你吸进去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很干净的空气，它有 PM2.5、PM10， 你可以闻得出那个味道，跟你离开马来西亚给你过后的那个空气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你闻得，除非你已经免疫掉了。那惨了，我们可能也在重金属污你可能染。已经免疫掉了，所以你闻不出那个味道。那就跟所有的工厂的员工一样，我们去工厂的时候做化学风险评估，我们会问员工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 chemical 有味道？”会跟人说：“有啊，可是习惯了啊，没有怎样啊，身体只要没有任何的反应，我都能够继续的工作。”同等，你现在在这边，因为你不是直接的在工厂里面工作，你是外面，它里面可能员工吸收的是90%，排出来的是10%，降到你这一边的是5%。所以我们的身体每一天，只要你一进来马来西亚给你那前5分钟，从你找北京到你进来那5分钟，你都在吸，一直到你进来里面。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帮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有戏有排。所以阿兹兰的身体是因为现在开始出现状况，他那天讲说他皮肤开始有问题，然后他开始觉得身体有负担，容易累，有时候会有呕吐等等这些状况，就是你的身体在跟你沟通说累了，老板，是时候休息了。是里面的那个器官在累，不是不能用，还能用，只是累了。就好像你车你加一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臭，然后你就知道了哦，是时候缅甸了。缅甸了过后，加一点油了过后，维修了过后，还能够走更远的路。可是阿斯兰不是，它是 24/7 被放在刚才思源讲的那一个大环境里面。你转左也好，转右也好，上山也好，下山也好，你都是 surrounded by 这一些 contaminant， 你出不去，所以他的身体没有办法送去缅甸，也没有办法得到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body burden 每一天在累积。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给你的每一个人每天进出都有闻到那一些粉尘，都还好好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有那个时间，我们只是在外面5分钟，进来5个小时，所以5分钟跟5个小时，我们的允许我们的身体进行一定的那个吸收跟消耗。这样这些重金属元素平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大概出现在哪里？因为我听他们说，去到在特米亚人他们这个社区里面，他们接触到水的话，其实也是要赶快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进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看到有一些原住民他们的脚肿起来，有皮肤病有皮肤病，然后他们就会讲是因为去了他们甘榜后面的那条河咯，在河里面也没有很久，他就讲3分钟这样就有这种情况。所以在进这个森林之前 Vino 就有跟我讲说这个河流是已经污染了，然后他讲他之前也有去到，然后他回来他的脚痒了很久都穿什么鞋？可能第一次他还不懂，所以可能就穿拖鞋，就是会直接接触到水。对，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就准备一个 boots， 他就叫我去买一个 boots， 对，那个 Pajugang boots，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 Pajugang boots。对，所以可是因为我们会走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河流，所以水还是有进到我的脚。然后 Vino 就会叫我马上去冲水。对原住民来讲，这个河流是他们日常生活都会过去，他们小孩子会去那边玩啊，会去游泳啊，女生可能会去那边洗衣啊，还是什么啊，就很方便，因为就是走几步路就到了嘛，所以他们不可能一弄到水就马上去冲
这是不可能，这对于他们从小到大生活的那个习性来讲啊，还是什么来讲，他们都不会这样子做。对，所以然后后来我们也需要对他们的鱼河里面的鱼去做一个化验，所以我们也是有拜托他去帮我们抓鱼。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现在河流污染，鱼都很难抓，要在晚上那种暗鱼不会有人打扰的时候，鱼才会出来。而且他们还可能要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抓鱼。所以当天晚上他帮我们抓一条鱼，大概也是很小只，大概这样。然后就放在那个水罐里面，就一个 plastic container 给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要看那个鱼就已经死掉了。就是在那个河水那个 container 那个鱼就死掉，然后就心想，鱼都会死掉的话，这样人还可以喝那个水吗？我就觉得应该是不可以啦。可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化验的结果来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原住民也是跟我们讲，他们的小农地已经很难把那个像以前这样把蔬果很快的种起来，已经种不出来了。因为他们把那些铁矿的，他们 process 铁矿的那一个废物，他们就这样子随意的 expose， 随意的丢弃，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土壤都已经变红色，然后很多水也是那个水也是从没有那么红，也可以变到更红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感觉他们每一天都不管他们怎样，可能他们的脚踏到那个土壤都是已经有被 contaminate 的那个活到战战兢兢。对。但是他们也应该很难离开现在生活的这个社群，是吧？对，因为他们现在那个是他们的 ancestral land， 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在那边几百年都有可能，所以而且他们的习俗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坟墓，他们是会直接葬在一个地方，就是葬在森林的某一处。对，所以其他人不知道，可是他们自己一定知道，就是我的亲人就是葬在那边，或者是他们也是很特别，他们是他们的 heirloom，他们的传家宝，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手表啊，一个耳环，一个项链，不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几百年这样子传承下来的一个古树。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一片地不只是一片地，所以这是他们的文化，这是他们的历史，这是他们原本就应该属于在那边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要让他们搬到另外地方，我觉得是过于从外人角度的一个解决方法。里面我想问你的是，你看了这些报告之后，我们可以间接概括总结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这个环境所受到的污染，其实跟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这两个采矿活动有直接关系吗？我先看学业报告的嘛，看了学业报告过后，然后听了故事，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报道，然后1个星期过后拿到水的报告，然后我那一个时候就做了那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的那一个计算，然后我可以说至少有88%以上是有关系的，就好像我刚刚讲的这样，这一些 chromium、arsenic 还是iron， 你 OK 了 ，to be fair， arsenic 跟 iron 你可以在食物里面拿到。有一些微量的重金属，微量是可以拿到的。iron 比如说你是可以在食物里面拿到的，有些人吃的那个铁质很多，有些食物的那个铁质的含量很多，你是可以拿到的。如果你有看到报道，他们讲说现在的那些seafood 海鲜都会有什么arsenic 中毒啊，这些其实也是非常 common 的，我们都会多多少少吃到一点的，你不可能没有吃到的。可是他们的那一个量是多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经历着 low dose， 我讲这我跟你low dose but cumulative 的 exposure， 每一天 no assumption， 只要你踏出那个门都会有，因为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动都会有 ，alright？ 可是他们不一样，他们那一个不算是 low dose， 对我来讲是 high dose but cumulative 的 exposure 了。然后考量到他们的那一个居住的环境，他们的水源，他们的土壤，他们的食物，你要明白那个水。它是流动性的，
所以它流的时候它不会蒸发掉，它就算能够水蒸发掉，它也没有办法蒸发掉那一些 chromium 啊、lead 啊，还是 arsenic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蒸发掉的。所以水会是在流动的，所以它会流去某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水在流动的时候，它是从上游流到去下游了过后，然后再 seep into the soil， 再去到土壤。然后土壤这个时候你用来种东西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种到健康的东西的。所以那个水到最后会去到土壤那一边，然后土壤，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体还没有拿到那个 toxicity， 大自然已经会告诉你那个答案。鱼已经生活不到，青蛙已经，那天 Vino 还是有一个记者讲说，青蛙跳进水里面拿出来都已经死掉。你种出来的食物也不可能健康的。我们矿物质有很多种，一种是 beneficial 的 trace element， 就是平时我们听到的土壤里面会有 NPK 啊、NPK 这一些矿物质是 beneficial 的，我们需要的。另外一种是 toxic 的 element， 也就是好像 arsenic 啊、chromium 啊、lead 这一些少量的 OK。大量的多余的会造成负担，所以那一个泥土呢就没有办法肥沃的生长。当它没有办法肥沃的生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一片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东西看到一个所以然。所以刚刚你有讲说他们之前有农田是种得出东西，那个是他们的 source of food， 然后河流是他们的 source of water。现在河流已经污染了，然后那个污染的水会 seep into the soil， 去到土壤里面，土壤里面吸收了这一些矿物质了过后，然后如果你要种出来的东西，它不可能是健康很肥沃的一个小白菜，它已经瘦瘦小小干干。然后你想象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每一天那个脚踏出去过后的那个状况，那菜还是种得出，可是瘦小，人还是可以站在那边，可是身体已经出现状况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如果你考量到因为没有泥土的那个 result， 只有水跟那个血液，如果你考量到水跟血液这两个 result 的话，再加上那一个化学健康风险评估的那一个 result 出来，它至少有80% 以上是因为这一些 chromium、lead 还有 arsenic 造成的。而接下来要追讨的是这一些 chromium、lead、arsenic 哪里来的？因为 chromium 和 arsenic 可以是矿场那边来，也可以是pesticide tractor 的那一些 farmland 来。如果它的周围有 palm oil 的话 ，let's say 也可以从 palm oil 里面用的那一些化学农药里面来，它可以是不同的地方来。如果刚刚虽然有讲说那一条路是大路，然后进到去有小路。如果周围还有一些工业区的话，那工业区丢出来的废水啊、废污染，都可能多多少少的 contribute to 这一些 heavy metal。所以已经知道了人他的那个血液里面的 chromium， 还有是因为里面水里面的 chromium 造成，水跟血这两个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现在需要探讨的是那个源头哪里来的，因为只有 stop 掉那个源头，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水好好的修复，跟人体好好的去整个修复过程。要不然的话，它只会一直进来，一直进来。那个水你以为它排掉了，排哪里去？排去土里面。然后如果下雨不断的对，如果下雨的话，它这样子流出来大陆的话，然后任何格兰丹有水在上灌木上有，就所有经过的人多多少少的你都会受到牵连，受到牵涉。所以它不会这样子。如果它能够蒸发掉，大家就给它一点温度让它蒸发掉。那问题是它蒸发不掉，它一定会一些地方要接受它。泥土就是接受它的地方，人体就是接受它的地方。我们呼吸，我们的皮肤每一天都在帮它接受掉这些东西。听你这样子讲过后，我想起Vino 他们在这一篇调查报道有用一个很具象的infographic 的方式去告诉我们阿斯兰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个终生致癌风险，就是从一个点。这是普通人可能有的那个标准的值，但是在他身上，因为他长期暴露在这样子的污染环境，所以他是比其他人高出多少倍。然后我一看那个画面，就是从一个点蔓延到整个画面都是满满的点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吓到。如果我们普通人，我们应该都会很担心。对，如果普通人我跟你讲说，每1000个人里面会有每0.064。就是每100个人，对，每6个人，每100个人里面会有6个人会中 cancer， 他的那个0.064是这样子算吗？
对，数学这样子算0.064，也就是讲说你会让它的那个算数，其实那个数据其实只是要说那个高风险群，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尤其是在这个世纪，我们活着 industrialization。agricultural 的 industrialization， 我们每一天都会吸入，因为要走向工业化，因为要走向发展国家而承受的这一些污染，每一个人 no assumption， 你跟我都有。我们吃的食物，只要不是有机，都是化学农药处理过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体每一天都在吸收着。所以为什么这个健康风险评估，如果是正常的知识的话，是每个1，然后6个0，个10、100、1000万、10万、100万，每100万个里面有1个人会中 cancer， 这个是已经算准了。如果在 industrialization 还是 agricultural 的 revolution 里面会有的那个数据，而阿斯兰是0.064。就是每100个人里面会有6个人，他的根本应该就差不多这样100-200个人，会有6个人会高风险，会身体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而所谓的 cancer， 我们只是要讲说 a chronic health effect， 所以 yes 高风险。感觉这样子听了过后有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是我跟 Vino 讲，我算了出来过后。我用我电话的那个 calculator 来算，然后我再换 scientific calculator 来算，然后我再借我妹妹那个最拔料的那个 calculator 来算，然后算出来一个结果过后，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改一下那个数据啊，过后才send给 Vino， 要不然可能会造成 chaos。我认真的有在想过，可能加多一个0在前面，那个事情就不会发酵到这样夸张。就不会看起来那么可怕，就不会看起来这样可怕，是不是？我有认真在想过，要不要加多一个0，反正 Vino 是文科的，他也看不懂。你要这样子来骗我们的记者吗？这样子改一下数据，他可能就看不懂。可是我后来想一下说，不行，要如实的。不是，是因为我的那一个工作让我接触到很多工厂，这种矿场不是其中一种，其实还有很多工厂都是这样。只是有没有在被揭发，而这一个应该要被揭发，应该要让村民知道，因为我觉得真的，所以我 send 出去了过后，我按了那个 send 了过后，然后我大概把我的手机放离开我能够手拿到的那个范围，大概3到4个小时，然后我放静音。你很怕收到 Vino 的电话？我怕收到他打电话给我，然后让我解释，我怕的原因是过于真实，是因为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健康，跟就好像那一天在Bukit，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啊？那个Bukit Aman， Bukit 什么Bukit Aman 啊Bukit Aman旁边的那个公园，那个公园的时候 Botanic Garden。对我完全第一次我站在台前分享，我第一次在我人生10年的那一个。做讲师也好啊的那一个经验，我不敢正视人的眼睛，那是第一次。你不敢正视原住民？我不敢正视原住民眼睛，因为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为什么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单纯的让那一个矿场 cease operation、stop operation。它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到，没有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有一个矿场会有第2个矿场，有第2个矿场还有第3个矿场，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停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尤其是铁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铁矿的那一个 output 而受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铁矿的 output 而受益，铁矿的那一个主要的那一个材料是用来建屋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买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的因为这一个矿场需要负一点点的责任，所以它重点不是让铁矿不 cease operation， 它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审视说整个系统上面是不是有任何的漏洞，让我们没有办法在走向发展国家的时候对环境负上一点的责任，而且还要照顾这一些对跟森林赖以为生的原住民，对，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子去森林，就是为了要
enjoy 对 camping 一天24个小时回来发个 post， 然后不是不是这样子，他这是他们的家园们是住在里面。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采访这个 Encik Aha， 就是那个村的村长，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就是他怎样从慢慢的意识到这是他的权益，然后他要去开始上庭啊，去争取回他们的这个他们觉得原本就应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因为他跟我们讲，就是他们这些铁矿厂来，他们也没有提前去跟这个原住民沟通的，他们一来就是开着他们的那个铲泥机，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伐树的那个机器，一来就直接出去湖淡，对，就他们对我们就叫出去湖淡，就是完全 completely 直接会变一片荒芜，对。所以看到平时我们在高速公路看到山上面有一 patch 一 patch 这样白白色，就是被出去了，对。所以我回来我就问 Vino，也是关于这个 iron ore 这个铁矿的东西，我就问他，所以我们可以到底我们这个利益是有多大，会让我们愿意去，也不算愿意，这个利益到底有多大才可以让我们去无视掉这些人被牺牲掉？所以我就问他，然后他也给不到我答案，我们就相视，然后对我们也不懂答案到底是什么，到底要怎样去取舍，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我们不是刚刚去爬山去那个蓄水池，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原住民还带我们去一个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东西，就是也是这个还不算是出去湖，但我已经觉得已经很痛心了。我不知道那些原住民看着自己原有的家园还有那些古树被砍掉到底是有多伤心，因为他就带我们去的一个原本它是一个河流，它是因为伐木啊还是什么就让到很多那些 debris 那些叫泥石流或者是那些就是那些树木的一些残骸这样子冲下来，所以就导致河流改道，所以原本的那条河流原本是我可以感受到原本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树，可是它现在就是我一眼望去就是一片荒芜，对，就是那个树全部已经枯萎了，然后就是一片泥地，然后我这样子看过去就是一片荒芜，然后我就哇，只是一个单纯的河流改道就已经让整片原本是绿意盎然的，我感觉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一片荒芜，我就觉得这样子我都已经会很伤心，我无法想象对当地的原住民的心情。这个课题还蛮沉重的，而且这个调查过程也就是花费了我们的资深的调查记者 Vino 差不多1整年的时间，去了5次，然后包括现在出了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陆陆续续跟进的需要去验证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要找 Jaco 就是原住民的负责的官方机构，或者是卫生部去要求他们去真正的检验说到底哪里才是污染源，帮助他们改善 at least 现阶段短视的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方面都蛮不容易的。是一条很长远的路。非常谢谢2位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从不同的面向去解析说这一群原住民特米亚人他们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当然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在线上收听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听了这个故事然后有所触动的话，欢迎你捐款或者是订阅当今大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调查报道真的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每一次的这些抽样检验进森林里面采访其实都要耗费很大量的资金，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么深入的并且有意识捍卫这一些少数族群的权益的报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也非常谢谢2位今天抽空来到这里。谢谢。我们的节目就来到尾声啦，大家记得要订阅、点赞还有转发我们的报道，让更多人关注原住民所面临的困境，谢谢大家。